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看了58岁英拉穿衣打扮，才彻底明白发不过胸，裙不上膝会美得更优雅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泰国名媛英拉身上有着众多的标签，在学识方面，她才华横溢，让人真正见识到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。而在平日里，她总是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，优雅至极。或许有人会说，那是因为她天生丽质。确实，容貌是天生的资本，但气质却是可以通过穿搭来修炼和提升的。这话一点不假。仔细观察英拉的穿搭，你会发现她的品味真的很好。她不属于那种身材纤细的类型，和许多中年女性一样，她也有着微胖的身材，但她的穿搭却从未让人有过大妈感。都说美不美先看头，英拉深知这一点，她的发型总是保持在一个合适的长度，不会超过胸部以下，而她常穿的那些不过膝的裙装，更是她塑造优雅得体气质的关键。一，头发长度不过胸，配合细节更加分。细节一，方圆脸选齐，纤发显脸小。对于步入中年的女性，像英拉这样的年纪，脸部微微发福其实很常见，这时候选择合适的发型长度就显得尤为重要，能有效修饰脸型。英拉的头发长度通常维持在肩部附近，她很清楚自己的脸型是方圆形，所以并没有选择那些长至胸下的发型。这样的选择非常聪明，既避免了发型过长导致的身高压缩感，又能让略显发福的脸部在视觉上显得更加小巧。细节二，发质柔软细腻，不毛躁。我们都知道，时间会在脸上留下痕迹，头发也会逐渐变得毛躁，但英拉的头发总是那么柔顺有光泽。设想一下，在街上看到头发干枯毛躁的人，心里可能会不自觉地减分，而看到一个发型时尚、发质健康的人，反而会想上前请教一下，他平时是怎么护理头发的。所以，想要拥有漂亮的头发，日常护理要下点功夫，建议定期用护发素做按摩，也可以在头发吹到半干的时候，抹点护发精油，效果也非常好。另外，染发的次数也要控制，染得太多，发质就会变差了，会变得毛躁不堪。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下去，就算只是普通的中年女性，也能拥有一头美丽又顺滑的秀发。千万别为了图一时的好看和快乐，就不顾后果的伤害头发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细节三，卷度增添层次感。很多中年姐妹都喜欢利用卷发来为发型增添层次感。当然，很多姐妹主要出于发量稀少的烦恼，这时她们往往会选择卷发来进行修饰。不过，在烫发的过程中，一不小心就容易用力过猛。就拿何赛飞早期的一个剧照来说，她烫了小卷发型，虽然看起来发量确实增多了，但整个人的精致度却大打折扣，视觉上还显得脸部更宽了。相比之下，学英拉的卷发造型会更好，她把卷度放在发尾，烫成大卷，这样既能增添发型的层次感，又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打理。同时，头顶的头发也是需要烫一下的，这样可以塑造出蓬松的高颅顶效果。这样一来，既能修饰我们略显发福的脸型，又能再保证整体造型层次感。细节四，头发扎上更洋气减龄。其实很多人并不喜欢披散着头发，因为觉得做事不太方便，看起来也显得不够精神。我们可以尝试把头发扎起来，就像英拉那样，选择半扎发或者盘发，再配上斜刘海的点缀，这样既能显得脸更小，又能提升整体的气质。当然，如果选择把头发扎上去，除了要保证发型的整洁和完整，
还需要注意头顶部分的蓬松度。如果头发太过贴紧头皮，会给人一种过于刻板沉闷的感觉，所以稍微扯松一些，增加一些蓬松感，会让整个造型更有层次感，看起来也更加时尚减龄。2. 58岁英拉亲身示范，春季穿裙不过膝才优雅。1. 英拉是如何穿裙展现优雅气质的？每个姐妹的衣柜里，裙装都是必不可少的，但在挑选裙装时，长度往往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。选错了长度，不仅显得邋遢，还可能不够得体。而英拉，她在裙装选择上有独到之处，经常穿着各式裙装出席活动，总能展现出优雅气质。细心观察你会发现，英拉的裙装长度几乎都不在膝盖以上，这个长度对中年女性来说堪称完美。它既能遮住大腿上的肉肉，掩饰胯宽腿粗的问题，又能露出纤细的小腿，留白和遮肤度适中，让我们看起来更加优雅。当然，选对了长度只是基础，版型也很重要。要想修饰不完美的身材曲线，就得选对版型。中年女性要避开那些太过软塌、无法支撑身材的版型，更建议选择版型挺阔的裙装，比如英拉常穿的直筒版型。这样的裙装能更好地挡住缺陷，穿着也极为舒适，没有束缚感。2. 发福中年女性跟着英拉穿裙装不踩雷，一要结合自身身形。其实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身材已经不如当年，这时候穿什么都觉得无所谓，干脆就挑些宽松舒适的衣服来穿，但穿出来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就像英拉，她的身材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，和大多数中年女性一样，因为新陈代谢变慢，上半身容易堆积些赘肉，所以我们得根据自己的身材数据来选衣服，拿出腰围尺和软尺，好好量量肩宽胸围。如果肩部太宽松，就会显得头小身子大，根本达不到显瘦的效果。当然，除了这些，臀围也得量量，太紧身的话，不仅会暴露腿粗胯宽的缺点，日常活动也会觉得不舒服。所以量出真实数据后，选稍微宽松2到3厘米的衣服就好。2. 要修饰腰身，挑衣服时要注意，衣服要能显出我们的身材优势，不见要显瘦，还能修饰腰身，这样才能把中年女性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来。所以，推荐大家试试那些线条简洁流畅的衣服，再配上收腰的设计，就像英拉穿的那2套就很好看。左边的那套虽然衣服是敞开的，但上面也有收腰的小心思，再加上裙子是高腰的，一下子就把腰线给提上去了，显得腿长人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试试在衣服上加个腰带，这样既能让身材曲线更迷人，又能给穿搭加点层次感，两全其美。3. 要运用松紧结合套路，选好了适合自己的服装，搭配时就不能掉以轻心，穿搭时记得要遵循松紧结合的原则，这样就能大大降低出错率。比如英拉的这2套穿搭，一身是外松内紧的搭配，外套宽松时，内搭就要选择修身的款式，另一身则是她经常穿着的上松下紧套装风格。上衣的下摆宽松，裙装的下摆就得收紧，这样才不会显得拖沓。3. 根据身形选择裙装，才能美得更端庄得体。裙装穿得美不美，关键还得看合不合身。在挑选那条最适合你的裙子前，要先对自己的身形有个大概的了解。通常来说，我们的身材可以分为这么几种：苹果型、沙漏型、直筒型、梨形和倒三角形。到了中年，不少女性朋友的身材可能都偏向于苹果型，也就是腰部和腹部容易堆积脂肪，就像英拉那样，她骨架偏大，属于苹果型身材，
给人一种肉肉的感觉，尤其是腰腹部会显得比较明显。那对于这类身形的女性，相较于裤装来说，裙装的修饰效果会更强。对比看一下这一组就能明显感受到。那么中年女人穿裙装对身形有什么影响呢？一、长短的选择。按长短来分，裙子大致可以归为5类：迷你裙、短裙、及膝裙、过膝裙和长裙。具体多长，看看这张图就知道了。通常中年女性穿过膝裙会显得特别端庄得体，这种长度既不会让人觉得尴尬，又能好好保护膝盖。不过要是你是个子不太高，或者身材有点微胖，特别是苹果型身材的姐妹，那裙装最好还是选及膝裙，或者在膝盖上面一点点的位置。这样一来，你的腿部线条能得到很好的修饰，而且也不会显得个子矮。2、版型大小的影响。除了裙装的长度，版型设计对视觉效果的塑造同样关键，特别是宽版型和直筒型这两种。宽松版型的裙装因为下摆较为宽大，容易在视觉上拉宽横向比例，给人一种笨重或者比例不协调的感觉。相反，版型较小的裙装能够巧妙地延伸纵向比例，让身形显得更加修长纤细，自然也更加显瘦。这样的视觉原理同样适用于上半身。很多中年姐妹因为身材的变化，会选择宽松的衣服来遮掩，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，宽松反而容易显得臃肿。相反，那些合身且能展现身体曲线的穿搭才更能显瘦。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，效果一目了然。3、图案对视觉的影响。很多时候，图案会带来一种膨胀的感觉，特别是对于身材稍微圆润的女性朋友来说，那些设计的太复杂的裙子，我们最好还是避一避。相反，选那些看起来清爽干净的款式，穿上后不仅显瘦，而且整个人都会显得更大方得体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纯基础色的裙子有点太素了，可以试试那种大面积纯色的裙子，这样既不会觉得颜色太单调，又能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。不过记得选颜色的时候，饱和度别太高了，太亮的颜色不仅难驾驭，还可能显得人更胖。微胖圆润型身材跟着英拉这样穿。中年微胖发福型穿搭的重点就在于显瘦和曲线塑造，有以下几个方法。1、利用颜色和细节的分割感，让身形更显瘦。女人上了年纪后，尽量别选一身黑的搭配，这样不仅不显瘦，反而可能让你看起来更胖。这可以从色彩分割方面来解释。就像这组对比图，两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，右边的因为有了色彩分割，看起来就比左边的要小。这是因为人们的视线都被那抢眼的红色方块吸引走了，自然就忽略了黑色的部分，所以显得小了不少。在穿搭上，这个原理同样适用，通过不同色块的搭配来分散视觉注意力，从而达到显瘦的效果。英拉的这两身造型就是很好的示范，它巧妙地利用了色彩分割，看起来既大方又显瘦，值得我们借鉴。2、身材微胖，直线条收腰加高腰线。之前我们也说过，对于身材略显丰满的女性朋友来说，宽松的衣服确实能帮我们藏起一些赘肉，但不能真正修饰我们的身形。想要穿出好身材，显得更有气质，关键还得看腰线的打造，用腰线来调整衣服的版型，避免显得臃肿，还能塑造出更好的身材比例。选衣服时挑那些稍微收腰的款式，或者搭条腰带束出腰线，这样穿会显得特别有气质。记得腰线最好设在比较纤细的位置，再配上宽松的下摆，刚好能遮住腹部，这样整体看起来就更匀称。3、营造纵向线条，向上或向下延伸。
除了比例的把控，我们还要懂得运用线条来塑造身形，让整体看起来更加修长。比如，通过适度的露肤可以让视觉焦点上移，达到拉长上半身的效果。再比如，选择直筒或垂感强的裙子，也能有效延长身体的纵向线条。这里有个细节要注意，那就是利用 V 字形线条来增强延伸感。V 字形本身就具有向上和向下的延伸效果，所以选择 V 领服饰或开叉设计的裙装，效果会更加显著。4. 英拉的气质比同龄人出众，还赢在这些点。1. 拒绝乱穿衣。英拉的身材或许不是那种无可挑剔的完美，但在同龄人中，她总是能脱颖而出。这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她从不随意穿衣，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去追求那些花哨图案显得廉价的服装。她更倾向于极简风格的穿搭，设计上简洁明了，毫无繁琐之感。比如她常穿的那2套纯色单品，简单却不失格调，纯色的设计反而更能凸显出穿搭的质感。即便是穿着自己喜欢的套装，她也懂得如何平衡。如果上衣稍微有些设计感，那裙装就一定会选择简约无设计的款式。正是这样的简单穿搭，无论时尚潮流如何变迁，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实穿性。2. 配饰要精不要多。大部分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都差不多，这时候就要看细节了，那就是配饰。这时候可能有人会头疼，觉得披金戴银显得老气，根本达不到想要的贵气效果。我们可以学学英拉，戴个珍珠耳环。珍珠本身就是贵气的象征，中年女性用它来展现优雅气质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它不像那些花哨的饰品，珍珠耳环更容易驾驭。除了珍珠耳环，丝巾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不过选丝巾的时候，最好挑图案简单、配色清爽的款式，这样搭配起来就不容易出错。戴丝巾的方式也挺多，可以像英拉那样系在脖子上，修饰脸型，也可以当做披肩，给穿搭增添层次感。3. 体态端庄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体态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相比于走路时的姿态，坐着的时候反而更容易暴露我们的真实状态。毕竟每个人都有惰性，坐着时往往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，但英拉却在这方面非常讲究。即便是坐着，她也从不放松懈怠，始终挺胸收腹，肩膀自然打开，双腿并拢。别小看这些细微的习惯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体态在悄然改变。当然，想要成为一个真正优雅的女性，只注重外表是不够的，内外兼修才是王道。英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她不仅外表出众，内在也同样有涵养。即便身材并不完美，她也依然能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